听说在丽江有一个别墅群，花了35亿在玉龙雪山下重金打造，如今却沦为一片荒芜，里面充斥着杂草和老鼠。今天文涛和狒狒决定前去一探究竟。大家好，我是狒狒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云南省丽江的雪山小镇。我身后的这座丽江雪山小镇，后面2个字小镇都没有了，可见这里面现在已经比较的衰败了。这个呢，就是投资了35个亿来修建的，但是呢，这些年呢，这个项目可以说是一个投资失败的项目。其实呢，这里的环境还是很好的，这块呢距离丽江的城区比较远，非常的安静，空气也很好。而且呢，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的大门面对的就是玉龙雪山，环境真是非常的好。可惜啊，投资失败了。我们现在进去看一看吧。还能进哈，这边大门是可以进去看的。从大门进入雪山小镇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荒凉和冷清。道路两旁的商铺十分的干净整洁，但是不见一个人的踪影，好像这个奢华的小镇已经被丽江这座城市所抛弃。看旁边的小别墅，真美。就是没人。你看这边其实建的真特别好。是的。小桥下面有一条小河，对，是吧？然后前面就是玉龙雪山，只是现在的玉龙雪山正好在云层里。对。真是漂亮。对，真是美。哎，可惜啊。你看我们现在站在这儿可以看到，像这栋别墅，一周围全都是杂草，没有人清理的杂草。再往后面看，那个院子里，桥后面的院子里，杂草丛生啊，草比人都高，那个草杆都有2米了，真是整个荒废了，烂尾了，就是。对，我俩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原本设计的一个河道里面了，上面就是桥，准备看一下这些荒废的别墅。哎呦我天哪！看这边的河道都是以前的设计，过了河道那边还有好多的别墅，但现在这个河水都已经枯了。看这个河水多少年都没有过水了，然后旁边的杂草这么高。哎呀，哇，还有老鼠，前面是老鼠，天哪！你看这草都多少年没有人清理了哈？是，全是杂草丛生啊！就晚上来这还挺恐怖的哈，草比人都高。对对。是，这些别墅其实都已经完工了，然后里面都已经装好了。因为当时这个项目呢，里面就是带装修的一个，所以里面其实我估计搞不好水电都有。对，就是没有人，跟鬼城一样。对，你这样子看，真挺恐怖的哈。是的呀，你看这个每家每户这个房檐儿，对，然后还有这些杂草，就感觉荒废好多年了，挺害怕的，真是。走，进去看看吧。这个，那我跟狒狒决定去一探究竟，看一看这个小镇。哦，这一家好像是装修了一半哎。是吗？突然就停了，没动了。你看他们这边的推拉门、地砖都贴了，然后那个房子已经是毛坯的。对。外面这个厅已经都贴好了。对。这能过去吗？这个门也没关是吧？对，没关，都可以看。哇！我们现在在总价500到1000万不等的别墅里面了。哎呀，这地方这要是建好真是不错。对。门口就是小桥流水，真漂亮。有电哦，电的那个电表箱怎么全拆了？里面是空的。哦，估计害怕有的人触电。对。也可能怕一些让流浪汉常年在这儿驻扎。哇，这么大一个厅啊！这边有那个啥，上下水，这好像是洗手间，对，左边的位置上下水都有。然后这边是阻燃，这个应该是厨房的位置，对，水管，真是漂亮。我们再出去看看。哎呀，真美啊！现在我们站的这一块儿，这些全都是一层的房子，这些房子就是面积小一点，应该就是它那里面说的最小户型190个吧。门前前后都是院子，南北通透，真美。
前面那边那个高一点的可能是2层的，我们去那儿看看吧。走，不好走。沿着边走。我看，我从那个桥上过去。那也不好走，都不好走，它没路。哇，这真的草比人高，我们在野草里面穿来穿去的。啊，在这玩还挺害怕的。是的。你看看你的背后，这个方向，天哪，真是，是不是有点惊悚？是恐怖片的场景。荒草丛生，然后一个人都没有。我们要往那边走了，这边还有底下河里有水。真是美啊！你看那个雪山下面是吧？是啊。真漂亮。这边可以上。咱们去这边看看。好。我真的都不敢想象，你知道吗？就像这样的一个小区或者小镇，照在西安这门口一定起码都是包头门卫的级别的哈。但是你看这里完全没有人管，我眼前的这一栋一栋的价值最少按当时都在400-500万，最少大户型可能上千万了。然而呢，这现在彻底荒废了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我们俩现在在里面来回穿梭，也没有人来这儿管，因为这边已经被放弃了感觉。对。我们去这个里面看看吧。哎呀，这草真是，这草有10多年没人管了吧？是。你也说聊斋，我也说聊斋。这要是晚上，然后所有的都是黑的，只有那一间那挂2个红灯笼，我天，很像聊斋。对，聊斋的感觉。刚才我看到有好多老鼠在地上跑来跑去。真的。这不好过吧？可以过，这木板很厚的。你先别走啊。我不走，你一个一个走，不要踩两边。幸好我们俩都没穿短裤，像那个爬山虎，真是。这是2层的。哇，什么在响？没有，风吹的。像恐怖片。好像恐怖片啊！刚那个门在响，把我俩吓死了。风吹的。它那个门就是跟那个恐怖片的风缓缓的吹来，这样子，走看看去。这边要进这间吗？哦，这上面有人啊。还有窗帘呢，你看。这里有人住了，我们去那边吧。好。住在这儿心也要蛮大的。对呀。吓死了。这门都锁了，这边。我去看看锁了没。我去看看吧。这玻璃小心点，坏了。这儿可以走，你不管了。我天，这来探险来了。可以来，但小心点腿，我这扎了好多那个草。我腿上扎的全是这种草，慢点，跨高点。我腿上扎的全是那个草，你别扎到了。我已经扎到了。我天！我的鞋带都扎了好多。我的满裤子都是。啊！看，密集恐惧症都犯了。我去，这扎我皮肤里了已经。对呀。我们刚才扎了一腿的那个树棍儿，然后看一下这边的2层别墅。这边的2层的楼梯没有修，上不去。你看，这个应该就是楼梯。留给楼梯的位置啊，上不去。哦，这边好像第3楼还留了个小阁楼，你看。是吗？对，它那个顶是尖的，特别高，中间那块儿完全可以有一个阁楼，看。对。3楼，因为这块矮嘛，然后到中间这块就比较高了。是。我天，这别墅遍地都是哎。对。我们。咱们出去吧。走。还是从这儿走吧。行。那边草也很多。对，这个草太厉害了。天哪，我变刺猬了！看，我裤子上全扎的是这东西。对，还有鞋上。我的鞋带儿，妈呀，我鞋带都解不开了，全是这东西。这边这真是杂草丛生到这种程度了吗？是。这草现在真是比人高。我俩刚刚
就这个草都粘到哪儿了？最高都粘到这儿了，对，到这个位置了已经。这太恐怖了，粘的满身都是。我而且刚它扎人特别疼，疼跟针一样。，对，我们俩现在在这儿把身上的这些弄干净，再走吧。要不然坐车上被扎死了。来到了丽江，不能不说的就是丽江的古镇。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，丽江有3座古镇，它们分别是大研古镇、束河古镇和白沙古镇。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大研古镇和束河古镇。大研古镇面积最大，位置最优，游客自然也最多，每天迎来数万游客。束河古镇，一个被传说为幽静度假胜地的古镇，客栈云集，游客量低于大研古镇。前几年，丽江古城已经取消了每人50元的古城维护费，而束河古镇却还坚持向游客收取30元的门票。结果如何呢？今天狒狒和文涛带你来亲自看看。大家好，我是狒狒，我现在在云南丽江的束河古镇。这个古镇呢，我2年前的时候来过，那会儿是个春节，那时候也不要那个门票。但这次过来呢，发现束河古镇需要收取30元的门票。我发现自从收取这个门票之后呢，古城里面的人特别的少。比我过年时候来的那个人客流量能少90%，就现在只有那时候的1成左右了。其实30元的门票说贵也不贵，但可能大家心里接受不了，就这样一个其实就是个商业区购物街购物的地方，既然要收这个门票，所以很多游客就不太接受这个，就不愿意再来了。是的，看旁边这些店铺都关门了，特别的冷清。然后游客也没有几个，稀稀拉拉的几个人。这个餐厅里一个人都没有了，对，只有小娇坐了一个姑娘。我前天在束河这边的大街上吃米线，有一家，然后那个老板就一直在跟我吐槽，他说自从束河这边收门票之后，他们家每天的流水连房租都不太够了。就觉得现在这边商户其实挺难的，这里面的客栈、还有餐厅以及各种卖特产的店铺，现在生意都不好做。每天呢说进门有一家店说进门了10几个人，他数了一下10几个人，而且没人买，不好开张。再给姐姐一个，筷子不能抄来抄去，筷子是用来吃饭的啊。老板，你们就是束河这边收门票之后，你们店生意咋样啊？不好啊！我昨天在一个店里吃饭，那个老板说现在租金都快不够了。对啊，每天房租都不够啊。天哪！那他这个门票收了多久了？我2年前来的时候还没收啊。以前大门口也都有收，其他地方没有收，他现在是本门也都收了。哦，现在就是所有门都在收这个30块钱了。哦，这边这个村庄可能还没有。哦，反正我这次过来感觉人少了很多哎。我们都不敢进来，吃饭都不敢进来吃。疫情也有缘故，但是对。是的，疫情加收门票，反正束河现在比以前冷清多了。对，走吧，好吧，走吧。老板忙了。从这儿呢再往前走就是四方街了。四方街还有一个四方听音广场，是束河古镇的中心核心区域。然后他们晚上8点多吧，还会有篝火晚会，这边纳西族会跳自己的民族舞蹈。但是看都这个点了，我们现在就是去看那个篝火晚会的。然后这个时间点竟然没有人往那边走，可见这边真是生意非常冷清。看这边，全部都是客栈出租的。对，看生意不好做，商铺招租，客栈出租，游客真的是少。其实现在已经快到了学生的暑假了，高考学生也早都考完了，按道理应该进入传统意义上旅游的旺季了。但实际上这边的游客不但少，而且客栈很多都是空房子。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叫束河古镇，那明天呢我们会去一个叫大研古城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丽江古城。大家好，我是狒狒，我现在在云南的丽江古城。
其实这2天呢，我们俩是住在束河的，一直没有来大研这边转转。今天下午刚好有点时间来大研这边玩一下。这边呢比束河要热闹很多很多，游客据我目测人数应该是束河那边的几十倍到100倍都有可能。第2天到了大研古镇，这里真的是人潮如织。想不到同在丽江古城内的2个古镇，差距居然会这么大。不管是卖吃的、卖衣服的，甚至各种娱乐项目，都是游客络绎不绝。晚上的时候，酒吧的生意更是好到爆，无数俊男靓女在里面尽情享乐跳舞，欢歌笑语不断。我们在丽江休息了1周，都是住在束河古镇。这里环境优美，游客少。最主要的原因是束河古镇收门票的政策，导致客栈生意冷清，价格很低。我们住的客栈古色古香，有院子可以晒太阳，还可以撸猫，才80一晚。客栈旁的小河还可以洗车，真的是如田园般的生活。客栈老板是位阿姨，在第2天临别之际还给我们送行，真的是如家一般的客栈。希望下次我们可以在这里住个把月。